用几千片积木零件完成所有《流浪地球2》里面的经典装备和载具是种怎样的体验呢？包括一个航天员、一台门框机器人、一大一小2辆月面运输车、一大一小2辆月球基地车，还有一台掠夺者无人机，一共是7款套装。如果再用月面运输车里面多出来的零件拼一条小笨笨，那一共就达到了8款。我们今天就来全面的评测一下这套来自森宝积木原创设计的《流浪地球2》系列套装。那最终的成品我们可以看到，这7款套装基本都采用砖块类零件进行搭建，在外观的去颗粒化方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基本上看不到裸露的凸粒和插销。那我们这里也对比一下原型图，大家感觉这个外观还原度怎么样呢？可以把自己的评价打在弹幕里哦。在外观还原度之外，我们这里重点来看一下每款套装的功能可动以及牢固度。先看航天员，肩关节、肘关节、腕关节以及指关节都有一定的可动幅度，还有大腿平转关节，向外打开或者前提后摆。膝关节和踝关节采用球形连接件，可以实现膝部适当弯曲情况下的脚掌完全贴地。除了关节可动以外，面罩右侧的探照灯、右侧的肩甲、左肘后侧的一片护甲、腹部的生命保障系统、背包侧面的一个舱门、裆部前后的护甲，那也都具有一定的可动幅度，所以整个成品的可动一共达到了29个。那在牢固度方面，这款套装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，基本上没有异常松动的零件。在外观方面，最出彩的应该就是这个采用金色电镀工艺的面窗了，同时应该也是全新开模的零件。另外，虽然本身就是人形积木，这款套装仍然还是搭配了2个宇航员人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号月球基地车。首先，整个车头的驾驶室部分应该是使用了全新开模的零件，那整个车子的顶盖也可以像这样拆下来。然后在驾驶室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采用透明印刷件还原的仪表盘细节，包括球形方向盘呢，甚至也做到了搭建。另外，车子后方的货箱部分同样也做了内构细节。那两侧一共6个车轮，轮胎轮毂呢也都是专门定制的，同时上方还通过一些零件搭建出了悬架的外观细节，不过并没有实际的悬架功能。在功能方面，除了刚才提到的车顶快拆，那车子的前后推行还有车顶上方的机械臂的活动，测试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车子并不能转弯，所以这一点也是有点遗憾。另外，车子的侧门以及尾门都可以打开，尾板也可以放下来。此外，这款套装还配了2套灯光键。在牢固度方面，这款套装主要就是车头下方的一个楼梯模块感觉有点偏松，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异常松动的零件或模块。那进一步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小基地车。相对于大号来说，在设计方面，很明显的就是纯抽象化的还原了，主要的结构模块也都进行了搭建。这款小基地车除了前后推行以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。在产品定位方面，应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摆件，当然性价比是真的很高。接下来是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一款，也就是这辆大号的月面运输车。前方驾驶室仍然是全新开模的零件，同样的车顶也可以打开，采用透明印刷件的仪表盘、球形方向盘和基地车一样都进行了搭建。不过这辆车最有趣的地方应该就是驾驶室后方这里的推拉门了，以及在货箱部分还可以看到2个外卖，那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玩家认识呢？其他功能方面和基地车一样，不能转向，只能前后推行。另外车顶上面还有2个可以活动的雷达，车底也有一个发光键。牢固度方面，两侧车轮上方的悬架结构稍微有点松，不小心碰到的话可能会脱落下来，其他地方没有异常松动的零件或模块。小号运输车和小号基地车一样，同样也是侧重于大的结构模块的抽象化还原，除了可以前后推行，基本也没有什么可动，同样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精致小摆件的定位。下面我们看一下门框机器人，从整个陈列摆放的效果来看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在功能方面，几个关键的部分都采用了球形连接件或者铰链零件，所以具有不错的活动幅度。不过相对于其他几款套装，这款相对来说会更松一点，或者说如果你要去把玩它的话，相对于其他几款，它会更容易出现零件或者小模块脱落的问题。最后是掠夺者无人机，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套装，两侧4个发动机采用球形连接件和机身主体连接，所以具有非常不错的角度调整幅度。另外，机头的机炮可以在2个维度下调整角度，配合两侧的发动机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。关键是咱们还可以通过鱼线把它吊在展柜的上方，所以不会占用展柜的陈列面积。在稳固性方面，两侧机翼下方的导弹模块因为采用单点凸力连接，所以这里是比较松的，那其他地方基本都没有问题。人载方面，4款小号套装以及宇航员每款都是配了2个人载，基地车配了3个人载，运输车最多达到了5个人载。
3款大套装搭配的人仔，除了面罩以外，还另外配了对应的头发零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每个面罩的背后还印了一串数字编号，那有玩家能认出来吗？最后看一下包装和拼搭手册，那4款小套装的彩盒也是一整套的设计风格。除了每款成品的渲染图以外，彩盒的正面还标注了每款的零件数以及套装内所包含的人仔等信息。另外，每款彩盒的右下角还粘贴了正版授权的激光防伪标。那打开彩盒，每款的零件呢都是分成了5到6个零件分包，拼搭手册也都是小小的一本，平均每部都是5个零件左右，属于相对比较细致的分布设计。这几款的拼搭大概都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。3款大套装同样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包装设计风格。打开彩盒，里面分别是5个大步骤分包、5个大步骤分包和4个大步骤分包。相比于小套装，拼搭手册也都要大一些。平均每部都是5个零件多一点，同样也是比较细致的分布设计。这3款的拼搭大概都在4到6个小时。在零件方面，宇航员、大号基地车和运输车的部分零件是高专零件。另外，除了大号的基地车和运输车使用了一些印刷件以外，那其他的外观细节则基本都是采用转印贴纸进行还原。缺点就是粘贴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耐心了，优点则是转印贴纸所带来的凹凸质感，自然是其他贴纸所不具备的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